Benny, 7 o'clock. Do not engage, repeat. Pancake. It's complicated. Go, go, go! Repeat 7 o'clock. Who is it? Wait a second, who is it? Ah! Oh my god! Oh, because there must be a misunderstanding. I didn't possess any illegal drugs. I only have drugs that paracetamol and painkillers.本队兴师动众的把我带到这里，我没意见。但我公司现在有件急事，我哥一人应付不来，给我个面子，先让我出去适应好。明天我自己回来，配合调查。我们要谈的是人命案，孙磊殴打拆迁办工作人员，枪击副市长，枪杀光头，这些他都已经认罪了。那我真应该恭喜本队查案有新进展了。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吗？非常有关系啊！经过我们的调查，发现你通过地下赌场给了孙磊60万，给钱的日期刚好和案发日期都吻合，你怎么解释呢？我解释什么？你解释为什么要给他钱，给他60万？因为拆迁的事。您知道，在搬运村，对拆迁可是跟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意见。孙磊不过就是我在搬运村的一个眼线，他时不时会给我提供一些小道消息。孙磊就是光头的一个司机，他给你小道消息，你就给他60万，钱确实不少。但其一，正好赶上他老婆要生孩子嘛；二来，这些钱对于我来说不算什么，只要拆迁的事情能够顺利的办下来，那就行了。那你为什么要用这种迂回的方式呢？
你也知道，在白云村做点事儿太难了，想要逐个说服根本不现实。我这样无非就算是买了个保险，太明目张胆，不好吧？我这么说没有错吧？有错，你给了孙磊60万，孙磊杀了光头，你觉得这像什么？巧合。买凶杀人。本队这就冤枉好人了。我们也希望好人配合调查，早日水落石出。怎么样？没唬住啊，还是不肯说。这小子对木匠还是抱有幻想，只要这个幻想还在，他是不会松口的。哦，文队，我突然有个想法，能不能等我回来再审他？什么想法？回来再给你汇报。我跟着他。啊？怎么突然想到去医院？孙磊过来自首的时候，他提的第一个条件是什么？他老婆孩子？对啊，所以他顶罪的所有动力，就是因为木匠承诺帮他照顾老婆和孩子。只要这个承诺还在，那孙磊就不会松口。但其实这个承诺已经让木匠自己破坏了。你是说，木匠不顾小慧月子里，把病着的孩子和小慧带出医院，孙磊不知道？所以咱们就得想办法让孙磊知道。细腻啊，细腻。名师出高徒。哼。你在这儿等我，我怕有外人，他戒备心会很强。可咱们有纪律啊。这样，我打给你，开功放，这样我说什么你都能听见。好。早上让你不要带孩子出去，就是担心孩子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哎，跟你说了多少次了都不听，快把孩子抱走，快抱走，快点，走快点。孩子怎么了？都怪我，孩子从饭店一回来就这样。你现在还相信木匠是真心想帮你们吗？孩子怎么样了？跟你一样，只相信木匠。他说会给我们钱，给孩子上户口，还会送孩子去最好的学校。他只是想让孙磊顶罪，可是如果孙磊真的认罪，你觉得你们还有利用的价值吗？他总不至于杀了我们吧？刀疤跟木匠干过的事情，你知道的不比我少。谁能想得起那么远的事儿？反正我只相信我男人。你就不怕以后再也见不到磊子了吗？木匠说孙磊过几年就会出来，刀疤杀了人也就3年，他有关系。那是他哥，他肯定亲力亲为。孙磊不是，孙磊死了，他才更加安心呢。小慧，听我一句，劝劝磊子。
慢点儿吧，不差这几分钟，还是命要紧。现在要抓紧攻破孙磊，时间不等人。但安全才最重要，好吗？放心吧。有进展吗？什么都没说。小丁，你歇会儿。我刚从医院回来，去看了小慧和孩子。他们怎么样？小慧让我把这个给你。还有这个。孩子病了。孩子病了，病得非常严重，得了病理性黄疸。这种病，致死率、致残率都特别高。现在应该在 ICU 治疗，医院也下了病危通知书。因为早产，孩子跟大人本来身体状况就不好，就这样的情况下，木匠依然把他们带出了医院，带到了餐馆，还演了一场戏给大家看。让大家以为他对你老婆孩子都非常好，其实呢，孩子都得病了，木匠还把他们俩带出去了。你真的以为木匠答应你了就一定要做到吗？一定会对你老婆孩子好？他只关心你会不会替他顶罪。你还相信他呢？你还天真呢？他都已经这样了，我能怎么办呢？我告诉你怎么办。你可以坦白从宽，争取从轻处理。就这样的人，你还要对他抱有希望吗？孙磊，孩子的成长需要钱，但是更需要父亲的陪伴。之前错了就是错了，但是现在你有机会，你要珍惜。但如果我配合你，他们要对小慧跟孩子动手怎么办？警官，请问我的当事人陈景发先生什么时候可以离开？他交代完问题就可以离开了。请注意您的措辞，警官。据我所知，您的同事在带走我的当事人的时候，并没有出示警官证。据我所知，我的同事们当时大多数都穿着警服，而你的当事人也没有提出要看警官证。文警官，请您注意时间，我会准时来接人。这要看你的当事人交代问题的态度了。那也请您准备好书面材料，否则我还是可以拨打12389的。文队，哟，这么快，看来有好消息啊！孙磊同意翻供，干得不错。但他有个要求，要把小慧母子保护起来。那我去申请证人保护。好，你来打报告。不过我们留置木匠的时间不多了，要抓紧时间突破孙磊。知道这是什么吗？证人保护申请。只要你老实交代，明天我亲自把他们母子俩接出来。我答应你的，一定做到。建哥，谢谢你为我做这些。你先别着急谢。你提的要求我们都满足你了，现在该你了。你现在把小瑞士当晚发生的所有事情，原原本本、老老实实的交代清楚。等你把他们两个接到，我再说。你怎么又绕回去了？你现在不说，证人保护申请就批不下来。哎，我跟你说，你没有多少时间了。20号晚上，我跟光头在小瑞士会所201房间。那天刀疤一直没来，
我就跪在地上，他冲我发火，突然停电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慢慢站起来。光头拿出手机，好像是要调出手电筒。这时候我听到门开了，我往门那边一看，模模糊糊的，好像进来一个人。然后我就看见一道火光，听到一声枪响，我就中枪倒在沙发上了。我当时真的太疼了，我真的什么也没注意。等我刚缓过来，门已经关上了。还有什么其他细节吗？你要老实交代，不许撒谎。我跟你说的都是真的。你说你听见了门响，那么他从开门到开枪用了多长时间？也就几秒。那开枪之后他离开用了多长时间？我当时那么疼，我真的记不住。一片漆黑的情况下，这个人进来一枪打中心脏，关门离开，他难道带着夜视仪啊？你打游戏打多了吧？反恐精英啊！你让我说的实话，现在我说了你又不信，你们爱信不信。我们相信你，继续。后来，我觉得我流血流太多了，就赶紧往门口爬。哎，对了，好像看到从小阳台有一道光，有一个人打着手机手电筒，悄悄地走了过来。他进来以后做了什么？他就是过来照了照我们。我当时以为他要来补枪，就躺下装死了。补枪？他手里有枪吗？好像是有枪。长枪、短枪，像是手枪。土枪还制式的？这个我哪记得清啊？然后呢？然后他看了看我们就走了。从哪儿走的？正门还是阳台？他还是往小阳台那个方向去了。紧接着刀疤就进来了，进来之后就骂我这边。我以为他是来救人的，一下抓住他脚踝，结果他一把就把我推开了，他就跑了。松手，松手！啊！松手！他推了你？他推你哪儿？怎么推的？他推我伤口上了呀。他跑了之后，我就咬着牙赶紧往外爬，爬到门口，就看见你了。从小阳台过来的人，你看清楚他的样子了吗？看不清啊。高个矮个啊？胖的瘦的？他是个高个儿。胖瘦我是真看不出来。孙磊说他中枪以后看见有一个人悄悄地从厕所这边往外走，但是没有从正门出去。如果他从厕所里出去的话，肯定是通过这道门出去的。小芳，哎，你们案发那天勘查的时候，这个玻璃门外面是锁住的吗？是锁着的。问过服务员，说是平常都锁着，没人打开过。有钥匙吗？有。打开。好。这个锁外面用钥匙，里面可以直接扭开。他们谈判的时候，这个人悄悄地打开这个锁，溜了进来，但是他没想到命案发生了，枪一响，他又悄悄地跑出去，在外面把门锁上，造成了没有人溜进过来的假象。但是他忘了，孙磊看见了他。这锁是两个独立的锁芯，外面的人拿钥匙打开了外面的锁。但要是没有内部人的帮助，他也进不来。目的是什么呢？
杀光头，但是有人忘到完成了，他就走了。也有可能是杀刀疤的。买手机，关门了，明天再来吧。HY330，那个咋停产？我给你1万。门拉开，里屋等。说话。喂，文队，这么重要的事儿没必要给我使绊吧？怎么说话呢？什么叫我给你使绊啊？你要进行证人保护工作是吧？我当然支持啊，但是你要遵循工作流程啊。先交证人保护申请书，然后等上级批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现在孙磊好不容易松了口，他老婆孩子在刀疤木匠手里就是人质，随时可能都有危险。武健，我们是有工作规定的，你不能跟拍电影一样吧？说来就来，不然出事谁负责？你负责吗？我负责。你不够级别，出去。丢人吗？啊，能不丢人吗？这竞标的事我从来都没弄过呀。这竞标书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呀。你大哥，兄弟们在招待所打听到，昨天姓胡那小子进了姓文的房间，大概在里边待了有半个多小时左右。我说这姓胡的怎么胆儿那么大？身边有狗了啊！哎，冷静，你弟不在，明天的事儿只能靠你自己。这种小事以后再说吧。这是小事啊！啊！我今天在竞标室丢多大人啊！我事儿你别管啊，别管。小同志，你们坐过来一起吃吧。谢谢，不用了，我们有纪律。哎呀，太客气了，跟了我一天，你们很辛苦。我知道，只要不喝酒就不违反纪律。你们过来吧。胡总在这儿呢。
心情好啊，还吃夜宵呢。老爸，你不是很忙吗？跑这儿干嘛？哎呦，还带着那么多狗呢。你说话注意点。老爸，你们家有脑子那个进去了，让你管公司，你行不行啊？很辛苦吧？什么意思呀？我听说你们公司大小事情都是你弟管，你就每周开例会的时候过去吹吹牛，每周吹的还都一样。你说你有什么用？就知道咋呼。武健，我发现你最近特别关心我们家的事儿，一直很关心。我谢谢你。朋友是吗？我跟胡老板也是朋友。胡老板，平州的是吧？有机会帮我跟豪哥还有薛哥带个好。我跟他们那些败类从来不来往。清高，装清高了。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呀？做生意讲究的是信誉。还有那个文路阳，了解吗？了解多少？你们真认为他是为了维护正义来的？为了钱？要不然怎么会帮他呢？啊？我如果没花钱，怎么会那么快从你们警队出来呀？吴健，哎，刘局，干嘛不回家？等您呢。等我？什么事？刘局，这个文路阳到底什么来路啊？你说什么来路？上边派来的，能让你知道什么来路吗？说说，又发现什么了？今天他让我把陈锦发带回来，我说了，你没有确凿的证据，把人带回来，立马就得放。他的意思是呢，是为了吓唬一下孙磊。真是为了吓唬一下孙磊吗？还是有别的目的？我想不明白。什么不明白？他到底是不是来打虎的？吴健，每个人呢，这都有每个人不同的做事方法的。在没有得到确切的结论之前，不要妄加给人下评论，好不好？很多事情啊，都要放在心里，别动不动就摆在脸上。时间不早了，早点回去。明天行动要注意安全啊！走吧，哟，走了啊！
周委会出事了，老胡撂挑子了。我弟现在人在刑警队呢，我他妈不管你们他妈是谁，赶紧把我弟给捞出来！喂，爸，救我！他们说我拿毒品，我没有，救我吧！你们是谁？啊？琳琳，琳琳，琳琳，你们是谁？你女儿家的东西是我放的，现在只有我能证明你女儿的清白。接下来该怎么做？招标会上该怎么说？你自己心里有数。您好，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 胡总，没事吧？胡总，需不需要我们帮忙啊？胡老板，你这气色怎么没有昨天好了呀？不开心啊？请古越集团代表进来。叫你呢，赶紧进去。胡总，我们一致认为啊，您的公司啊最符合我们的预期了。您的公司有相当成熟的经验和资质，我们很愿意将这个工程交给你们。只是在价格方面呢，能不能再优惠一点？不行，价格最低了，一分钱都不能降。爸，救我！他们说我拿毒品，我没有，救我吧！
胡总，到底怎么了？是不是刀疤他们威胁你了？请辉发集团代表进来。陈总，经过我们慎重考虑，您公司的资质和经验符合我们这次招标的条件。我们只想确认一下，在价格方面还有没有商量的余地啊？我们公司对这个项目非常的有诚意。如果你们给我们机会，我们愿意再降3000万。 辉哥，还不出来啊？大概还有半个小时。催促。行，我找他们去。快点啊！好。文队，这陈家兄弟我惹不起，我认输了。我也没想到他们的势力能够伸到国外去。这事儿连累你了。别说连累，这事儿当初也是我自愿的。 只是现在我的孩子还在他们手上，我不得不去处理。这里的事儿，我没办法再插手了。我理解，这事儿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的。进来。 刀疤带着人在门口，律师也来了，要我们放人。放了吧。胡老板那边到底什么情况？女儿在国外被诬陷藏毒，被当地警方抓了。你先别管了，把人放了。陈金发，现在可以走了。 怎么好意思啊？麻烦文警官亲自来。谢谢陈总配合我们的调查。我请你来的，自然我要送你。文警官客气了。走吧。好，陈总。走。太迷信了吧？去晦气吧！快点，让我抱抱。我告诉你啊，咱这么大的好事儿，好歹有点士气。哪像？车上说。哥，我就想说2个字儿，真牛逼！词儿太多了，给二哥换衣服。上车，带你去个地儿。
任队，这是之前您抱回来的垃圾桶里找到的，经分析成分是硝、硫磺和木炭的混合物。涂火药？自制土枪都用这种？对，应该是有人把枪扔进了垃圾桶，但是他在放入或者拿取的过程中，枪的金属划破了垃圾袋，所以就留下了部分火药。枪击光头的枪是制式手枪，所以，在垃圾桶放枪这个人，不是小瑞士枪击案的凶手。枪击副市长那把枪找到了吗？还没有。但是枪击副市长的枪，根据现场排查，是一把远射程的自制长枪。这个能藏进垃圾桶的，只能是把短枪啊。枪击副市长的嫌疑人是孙磊，当时他也在案发现场。那会不会是孙磊把枪带进去的？但是根据铁头的供词，孙磊当晚是他和光头押着去的，而且当晚还受了重伤，应该没有机会和时间藏枪。我们逆向推理一下，这把枪，他们用来干什么？什么目的？要么是对付刀疤，要么是对付光头，但是因为突然停电而被打断了。有这种可能，但也有可能是铁头说了谎话，是光头让孙磊悄悄地把枪带进去了，对付刀疤，因为那是刀疤的地盘嘛。但你想想看，这把枪不大，他完全可以藏在身上带出去的，但是他为什么会把它藏在案发现场的垃圾桶里边，再找人把它拿出去？这不多此一举吗？那可能是因为案发后他不能随便离开小瑞士，所以说他很有可能就是光头和刀疤的人。但是这把枪是怎么带出去的？我们的人到了现场以后，就彻底的对现场以及人员进行了搜查，没有发现这把枪。那有可能，这把枪是在我们的人到之前就已经被带走了。这说明这个人非常熟悉小瑞士的地形，而且他的身份还不能让人怀疑。但是当时我们的同事对小瑞士所有在场的人员进行了搜身盘查以及现场询问，并没有发现可疑人员。小瑞士的监控呢？当晚小瑞士突然断电，监控的记录设备受到了一些损坏，恢复还需要一点时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查一查我们的布控人员当晚的工作流程上有没有什么纰漏。